有块冰正在碎裂，就在你读到这句话的这一秒，它碎成千万粒透明的锋刃，每一粒都刻满了被掩埋的真相。这就是被世俗尘封了数百年的那面镜子，它不讲情面，不熬鸡汤，不通人情世故，它只是冷冷地悬在那里，照穿你骨头缝里所有不愿面对的软肋。今晚请你按住自己的脉搏，跟着这面冰去听那些被命运碾压过却不肯碎裂的声音。你准备好了吗？冰要开始唱歌了。那块冰唱出的第一个音符是关于天与人的裂缝。天有多远？远到天气预报永远不敢说死。人有多脆？脆到这一餐还欢聚一堂，下一顿就空了对面的椅子。无常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拨弄万物时从来不打招呼。蜈蚣长了100只脚跑起来，却追不上那条滑溜溜的无足之蛇。公鸡翅膀张开来能把太阳喊醒，飞到空中却只能仰望乌鸦的背影。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生物课的课题，这是命运在开一个严肃的玩笑。它告诉你，你引以为傲的武器在某种宏大的力量面前可能只是一根稻草。千里马够厉害吧？把它日行千里的血统写在每一条肌肉纤维里，但如果没有那个骑手，它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原野嘶鸣，然后老死在马厩。人够有志气吧？心里装着冲天的大厦，但如果气运的开关还没被拧开，它就是一枚被锁在抽屉里的火箭，所有的推力都是徒劳。这是整篇文章最狠的第一刀，它划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层茧，努力就能赢，然后让你看见茧下面冰冷的真实，努力只是船桨，运气才是河流没有水。你把船桨划断了，也还是在原地转圈。他管这个东西叫运，运不是偷懒的借口，运是一道数学题，前面那个正负号符号没正过来，后面你加多少个零都是负数。可是你听到这里一定是不服的，你的骨子里会有什么东西在吱吱作响，那是被灌输了几十年的价值观在反抗。凭什么我的汗水就抵不过一句运气？作者没有和你争辩，他只是淡淡的摆出一长串名字，那些名字像一盆又一盆冰水浇在你燃烧的反抗上。这些名字我就不念了，但你一定知道，他们那位一辈子只写了星星那么点字，却照亮了几千年黑夜的圣人。他被围困在某地时饿得眼冒金星，连他最得意的学生都饿得站不起来。另一位兵法入了画境，能把直钩甩进江里，声称要钓王侯，可他大半辈子就真的只能那样吊着。江风吹白了他的胡子，霜雪把他的眉毛都冻硬了。还有那位道德圆满的模范生，所有老师都拿他当范本，所有家长都拿他当别人家的孩子。可他不到30岁，一口血气没上来就撒手走了，剩下一件打满补丁的袍子在风里晃。反过来看那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盗，他巨啸山林，杀人越货，坏事干得连阎王都皱眉。可他吃得脑满肠肥，活到头发掉光，最后还落了个寿终正寝。还有那位圣王，他的光芒照得史书发烫，可他的儿子却是个混蛋，差点把他留下的火种一脚踩灭。而另一个瞎眼老头，刁钻刻薄，心眼比针尖还小，可老天偏偏塞给他一个感天动地的孝顺孩子，让他的名字被千秋万代传颂。这些例子不是在跟你说历史，这些例子是在撕你的执念。人品好就一定有好报吗？不一定。才华横溢就一定能出头吗？不一定。坏事做尽就一定会遭天谴吗？也不一定。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只有排列组合。命运把所有的条件像摇骰子一样摇匀，然后随手一撒，你捡到的那个点数就是你的一生。这种观点近乎蛮横，却让你无法反驳，因为你自己的人生经验里一定也有这样的瞬间。你看到好人受尽苦楚，你看到恶棍夜夜笙歌，你看到那个不如你的人莫名其妙就站到了风口上，你气得发抖，你去质问苍天，苍天不答，只是继续撒他的骰子，然后他把镜头拉回来，拉到我们每个人都踩着的地面上。他不再说那些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他开始说街坊邻居，说你我他，他开始说那些最扎心的反讽。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把青丝读成白发，把腰读成虾米，可那扇门就是打不开，把他所有的学问都烂在了肚子里，变成一个酒桌上的牢骚。有的人豆大的字不识一筐，文章写得狗屁不通，可阴差阳错，那扇门就为他开了。他愣头愣脑地走进去，拿出来时已经换了人间的衣裳。还有那些深深庭院里的贵人，他们裹着丝绸，熏着冥香，皮肤白嫩的能掐出水，可一夜间大厦倾塌，他们便被推到街头，沦为最卑贱的玩物。而另外一些辗转于风尘之中，被所有人看
看不起的女子，也许只是因为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被某个过路的权贵扶上了高台，戴上珠翠，从此端坐堂前，接受众人的跪拜。青春美貌的姑娘父母把她当珍珠捧大，她自己也对着镜子练习了千百遍微笑。可她最终嫁的丈夫却蠢笨如牛，连句整话都说不全。俊朗挺拔的少年，一身风骨，眼里有星辰可他掀开红盖头，看到的却是一张粗俗丑陋的脸，一朵最娇嫩的花，偏要插在最腐臭的泥里。这种事自古如此，到处都在发生。你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就是命运的错配。他分配姻缘时从来不看匹配度，只是闭着眼睛随机分发。最让你难受的是这一句：蛟龙没有遇到云雾时，只能憋在浅水池塘里，和一帮泥鳅鱼虾抢食吃。它要侧着身子，它要收着鳞片，它要忍受那些低等生物的奚落和碰撞。君子一旦失去了他的食味，就必须把拳头藏在袖子里，低头拱手，甚至弯腰鞠躬，对着那些他最看不起的卑鄙小人，说着他恨不得抽自己耳光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委屈，这叫折服，这叫你没站在那个台阶上，就先把你所有的玻璃心都收起来，碎在地上也没人替你捡。你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教人认怂吗？不认怂是瘫倒这里说的是一种站着的等待。你看他接着怎么说，衣服可以破补丁，可以落着补丁，但走进人群时，你的衣领要正，你的步伐要从容，你的眼神不能躲闪，你不能因为穷就把自己的尊严也典当了。脸上可以有愁苦，心里的石头可以压得你喘不过气，但你的胸膛里必须留着安邦定国的气象。那团气不能散，散了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时运不来的时候，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待着，把手头那点米粒大的事做好，别去瞎折腾，别去羡慕别人的快车道，别去到处求神拜佛，把你躁动的心按回胸腔里。但与此同时，你不能骗自己你不能真的就认了命，你要在心底最深处留一粒火种，相信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终将为你留一条缝隙，只要这粒火种不灭，你终将扬眉吐气。他还说了一句极其锋利的话，一个真正的君子就算他此刻在贫困中打滚，他的骨骼是天然长成的，那种气质洗不掉，你把它扔进人堆里，他还是会像炭火一样发出暗红的光。而一个突然发了财的小人，就算他穿上了龙袍，把嘴里镶了金牙，他脱不掉骨子里那层贫寒的机体，他还是会在餐桌上偷偷把纸巾塞进口袋，还是会在强者面前膝盖发软，这是给你的心理防线。别去羡慕那些横财，别去嫉妒那些暴发户，把你身上的君子风骨比他们所有的金钱加起来都贵重，他们不配让你自卑。接下来他做了一件更慈悲的事，他把你的苦难从你身上拿开，放进了宇宙的模子里。他说，你看天够大吧？可是天如果不得时，太阳和月亮都会暗淡无光。地够厚吧？可是地如果不得时，寸草不生，连青苔都长不出来。水够柔吧？可是水如果不得时，就会掀起滔天巨浪，把巨轮撕成碎片那么你一个小小的凡人，在时运不济的时候，利益不通，前路堵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宇宙规律在你身上的一个投影。你倒霉的时候，天地万物也在跟着你一起倒霉，你不是孤独的，你是这场宏大失调的一部分。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胸口那块石头是不是就松动了一点？原来不是我无能，是季节还没到，原来不是我该死是潮水还没涨到这里。这是一种宏大的解脱，把你从自责的深渊里捞出来，轻轻放在岸边。说完了这些道理，他拿起了自己的那面镜子，他撩开袍子，让你看他身上的伤疤。他说，我当年住在破窑洞里，每天去求和尚施舍一点斋饭，晚上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想找一件遮体的完整衣服，翻遍角落都没有想吃一顿饱饭，肚子饿得像有爪子在挠。那个时候，上流社会的人讨厌我，底层的人也嫌弃我，大家都说我贱，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指望了。可我自己没有抛弃自己，那个在破窑洞里蜷缩着的人，他没有说一句丧气话，他心里想的是这只是时运未至。然后那个开关被拧开了，我站到了朝堂之上，官做到了极品，位置处于三公之列，身子虽然在一个人之下，但我的职权，我的一道政令可以影响千万人的生死荣辱我有打百官的仗，我有斩贪婪的剑，想穿衣服，有成箱成箱的绫罗绸缎，想吃东西，有山珍海味变着花样，出门时有壮士给我挥鞭开道，进门时有美人捧着酒杯，
这个时候，上头的人宠我，下面的人拥戴我，大家都说我贵不可言，可我清醒得很。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能耐，这不是我比那个破窑洞里的人更聪明、更努力了，这只是时也、运也、命也，他把成功也剥离出去了，就像他把失败也剥离出去一样。失败时，他不把垃圾往自己身上倒；成功时，他也不把光环往自己头上戴。它只是一个管道，一个在运气流转中保持清醒的容器。这种清醒就是人间最大的智慧。所以这篇文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不是让你趴在地上向命运磕头，它让你站起来，看清命运的轨道，然后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站在轨道旁。它不是让你认命，是让你知命。知命之后，你才会停止内耗，你才会停止那些毫无意义的比较，你才会把向外攀援的能量收回来，滋养你的根。他最后给的那句操作指南是：富贵来了别把福气用尽，别嚣张，别目中无人，把你的富贵当成借来的珍宝，轻拿轻放，多分一些出去，贫贱还在，别自欺，别放弃你的仪表，别烂成一滩泥，把腰杆挺直，把你的本心守得紧紧的，像守着一盏在狂风里的孤灯。你要相信天地这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会转的，它转得很慢，但它终将转回来。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巨轮之下做好你手头那点卑微的人事，然后平静的听天由命。这就是这篇文章能穿透数百年光阴，钻进无数人枕头底下的原因。他不管自己姓甚名谁，他不管学者怎么考据他的漏洞，他说的是人话，戳的是人心。那些历史细节的对错，某个字的平仄，在他传递出的那份巨大抚慰面前，都变得轻如鸿毛。困苦的人在其中听到了理解，委屈的人在其中听到了释放，跌落的人在其中听到了被允许的喘息，得意的人在其中听到了警钟。这就够了，一篇文字能给出这么多东西，它就是伟大的。如果你心里也积压了太多说不出的话，如果你也觉得某些时候自己就像那条困在浅水里的龙，请你把这份冰凉的清醒和温热的慈悲一起收下。夜深了，星星在窗外悄悄换岗，你的呼吸可以再慢一点，再深一点，让这些声音沉淀下去，变成你明天起床时眼底多出的那一丝不动声色的底气。感谢你让这段震动经过你的夜晚。如果你还想听更多拨开伪装的故事，请给我一点回声，让我知道你在，然后我们在下一段黑暗或光亮中不见不散。